太平洋战争后期，美军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迫使日本投降？答案是战略轰炸。相比德国，日本的大部分房屋都是用木头和纸张建造的，屋顶还覆盖着一层草席。加之人们普遍使用油灯照明和炭火做饭，这使得整座城市极度易燃。而日本的军工生产大多依赖居民区的家庭小作坊，所以美军只要通过持续空袭，便能切断日军的物资供应，彻底瓦解日本的战斗力。这样美军就不用发起大规模的登陆作战，避免了无谓的伤亡。然而在战争初期，航程有限的 B-17轰炸机难以跨越浩瀚的太平洋。直到1944年，革命性的 B-29轰炸机终于问世，它的研发费用高达30亿美元，甚至超过了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。这架空中霸主装备了4台18缸发动机，最大航程超过5200公里，能携带9吨炸弹。即使从千里之外的基地起飞，也能轻松抵达日本上空。但真正让 B-29成为致命武器的是它搭载的凝固汽油弹。传统炸弹好比撒网捕鱼，往往只有1-2颗能命中目标，而装载凝固汽油弹的 B-29如同一条喷火巨龙，所到之处燃烧的凝胶四处泼洒，无论是钢铁还是水面都会被烈焰吞噬。有了这款大杀器，还需要一个恰当的起飞基地。此时美军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成都，因为这里位于中国抗战的大后方，遭日军攻击的危险很小。蒋介石还承诺会抽调10个精锐步兵师来保证机场的安全。而积贫积弱的中国没有挖机汽油，也没有水泥砂浆，唯一的资源就是河里的大石头。很快25万平民放下锄头，投入到了这场浩大的工程中。他们把报废汽车的轮胎改装成手推车，不停地往返于河边和工地之间。孩童妇女们则蹲坐在地，将石头一一敲碎，铺设地基。最后50-60个人拉着巨大的石碾将地面压实。就这样蓬头赤脚的他们，完全靠着人拉肩扛的原始方式，为 B-29轰炸机修建出了一条条宽阔的跑道。自1944年6月 ，B-29先后9次从中国成都起飞，对日本九州一带的军工厂进行轰炸。由于当时的战斗机航程仅有2400公里， B-29只能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飞向东京。为防日军的打击，轰炸机得从8000米以上的高空投弹。经过狂风的吹袭，炸弹像羽毛一样散开，命中率仅有5%。更大的困境是补给，日军控制了周边的交通要道，封锁了滇缅公路，所有物资只能从印度空运。途中飞机需要越过海拔70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，每运送8桶汽油就要消耗7桶，才能飞越这条惊险的驼峰航线。补给如此困难，以至于后来成都机场的燃油连一架 B-29都加不满。而 B-29最大的问题出在那4台18缸的发动机上。这种发动机采用了大量新技术，在设计和制造工艺上存在诸多缺陷。虽然进行了上千次改进，但依旧很容易起火。正如飞行员说的一样，当飞机升到7500米以上的高度时，总感觉每个铆钉都达到了极限，有种要散架的感觉。基于质量问题，从中国发起的突袭中，有100多架 B-29因机械故障损失报废，其中一些坠毁在中国的日战区被日军俘获。更关键的是，从成都起飞的 B-29只能打击到日本的九州地区，无法覆盖东京的核心目标。但中国人的血汗并没有白流，正是因为前期的大量试错，美军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，为接下来的东京大轰炸奠定了基础。1944年末，随着美军攻下马里亚纳群岛后，塞班岛、提尼安岛成为了更理想的起飞基地。这里离日本更近，能直接对东京、神户等工业城市发起轰炸。同时沿途的海岛会源源不断地送来弹药燃料，无需担心补给问题。但要执行具体的轰炸，还面临着高空投弹带来的弹道偏差、居高不下的事故率等诸多问题。此时烧烤大师柯蒂斯·李梅出现了，尽管他没有上过西点军校，性格孤僻冷漠，好像全世界都欠他200块钱似的，但他在战术上却颇具创新精神，是将战机变成杀人机器的天才。刚刚上任的李梅首先改变了轰炸策略，将投弹高度由9100米下调到1500米，这样不仅有效解决了强风导致的弹道偏差，还减少了发动机长时间爬升的负担，从而降低了故障率。节省下来的燃油空间还可以携带更多的炸弹，从之前的3吨提升至9吨左右。可之前美军采用高空轰炸，是因为日本战斗机无法飞得那么高，地面的高射炮也难以击中。若刻意降低飞行高度， B-29很容易成为日军的活靶子。说直接点，这就是一次自杀式任务，堪称美国版的神风队。不过根据之前的多次袭击，李梅判断出日军落后的雷达缺乏夜间预警能力，夜航战斗机也寥寥无几。
如果突然发起夜袭，他们必然乱作一团，无法组织有效的反击。在选择轰炸目标时，美军详细勘察了东京各个区域的建筑密度和材质，并根据日本保险公司对火灾风险的评估，最终选定了下町区。这里街道狭窄，楼房之间的间隔不足1米。更关键的是，整个区域密布着小型工厂和家庭作坊，居民大多从事军工生产，制造出来的零配件会送往大工厂组装成飞机坦克。说来也巧，1944年12月7号，东京遭遇了8.1级大地震，3万间房屋瞬间毁于一旦。正当军工厂竭力恢复生产线时，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逼近。1945年3月9号，300多架 B-29轰炸机呼啸着掠过东京上空，向目标区域投下了2000多吨凝固汽油弹。大火在风势的助力下迅速蔓延，从一座房屋烧向另一座房屋，很快就吞噬掉了这座由木头和纸板建造的城市。从美国飞行员的视角看去，东京宛如一片着火的松树林，燃烧的火光在240公里外都清晰可见。作为核心目标的下町区，温度飙升至1000度以上，沥青路面开始变得粘稠冒泡，甚至连金属也被烤化了。无处可逃的人们，要么被烈火吞噬，要么死于缺氧和燃烧产生的有毒气体。大街小巷撕心裂肺的声音不绝于耳，宛如一座人间地狱。还有一些运气好的人躲过了高温烘烤，逃进了水池中，但仅仅过了几个小时，便全被煮熟了。根据事后统计，这场轰炸让东京41平方公里的城区化为了灰烬，2800栋建筑被夷为平地，当场死亡的人数高达10万，超过了后来在广岛或长崎的原子弹轰炸。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，2天后名古屋也燃起了熊熊大火，紧接着大阪和神户也先后遭到毁灭性打击。猛烈的大火吞噬了这些城市，摧毁了房屋和工业设施。10天的时间里，B-29总共出击1600架次，向日本投下了近1万吨凝固汽油弹，超过80万平方公里的城区被化为灰烬，死伤的人更是不计其数。当时有对年轻夫妇走路时，一颗美军的炸弹突然从天而降，惊慌之余，夫妻2人毫发无损，发现只炸死了2条金鱼，便认定是他们替自己挡了灾。于是2人小心翼翼地把金鱼带回家，放到神坛上供奉起来。随着故事的流传，市面上的金鱼很快销售一空，一些精明的商家甚至推出了高价的陶瓷金鱼，以供人们辟邪保命。自东京大轰炸后，日本实际上已经输掉了太平洋战争，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动摇的迹象。日本认为美国人贪图享受，全是粗制滥造的灵魂，根本拿不出亡国灭种的勇气来打仗，所以只要死扛下去，便能凭借精神力量抵消美国的科技优势。美国终于意识到，仅靠战略轰炸无法迫使日本投降，全面登陆日本本土似乎已经不可避免，所以美军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了硫磺岛和冲绳岛。而濒临绝境的日本则祭出了最后的大杀器——神风特工队。面对丧心病狂的日军，美军又是如何夺下这2座战略要地的？静待我下期解读。